这在哪？出去了吗？好。北京这次的暴雨有多极端？4天时间下了近1年的雨，景区全部关闭，密云水库泄洪。这是雨后惨状，看看吧，这泥冲的大马路全都是泥，都是泥。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北京近日遭遇了连日暴雨的侵袭，其中呢，密云区受灾最为严重，17个镇162个村庄都受到灾害。密云一所养老中心确认有31人罹难，此消息一经披露，震惊了社会。有水利专家指出，洪水之所以来势凶猛，主要原因是在于多座水库同时开启了闸门泄洪，导致下游水位急剧上涨，灾情迅速扩大。多位网友发布视频显示，故宫天坛再度淹水，风水师表示这是大凶之兆，预示中共政权不稳。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哦，这个桥断了。密云发大水了，这是我爸妈楼房小区的楼下，水还小的时候，据说现在车都有点被冲出院了。家在3楼，这个是我家小院村子外边的桥，也已经被冲塌。这次的水来得太猛太急了，我小时候也好几次这个桥被冲塌，但是没有想这次这么快。俺村刚才广播了让转移呢，集体转移，一户不留。昨天泰尔屯下大雨了。百年不遇，这太师屯差点1码3了。院里的水好达到1米半了。看看巨大的水。密云部分小区遭遇严重积水，1楼住宅几乎全部被水淹没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如同玩具一般的被水流卷走，成群漂浮而去。短短1个小时以后，整个小区的车辆已经无一幸免，全部被洪水冲走。一夜之间，门口的花被冲走了，我的小鱼塘也彻底被暴雨夷为平地了。暴雨过后，一片狼藉，养了几年的几百条鱼就这么被洪水给冲走了，菜地也坍塌了。一位庄头峪村的村民说，他舅舅家里的鱼池就这么直接没了，水位涨得太快了，一家人饭吃到一半就得赶紧开车逃命。他说损失多少还不知道，但今年本来就难，现在更是雪上加霜。7月28号，一名北京怀柔区孙湖沟村的村民求救，哭诉他们村还有230多人没有出来，包括一些的重病患者，急需救援人员救助。我是孙湖沟的这个村民孙永田，然后我们村现在还有330人出不来，我们村现在就是从路边把着绳子拴着绳，能从水边往过走，然后希望组织一下消防队员也好，或者说是什么队员也好，把我们村就是能走的能抬的都给我们抬出来。而且我爸爸是老书记，我让他走他都不走，还在上面坚持着说我不能走，他一直说我得坚持。那我们现在孙湖沟村的伤亡情况是什么情况？伤亡就是孙书记和孙书记他老公都被冲走了，还有2个，有1个有尸首，3个都没有尸首。主要孙书记都冲走了，我爸爸说老书记冲走了，我说老书记我得坚持。
真的希望组织赶紧给我们救助了，这些人300多人呢。好，没有哭。如果再有泥石流的话，一个人都撑不下了。好，好的，那我清楚这个情况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一下。啊，真是。又还有网友在 X 平台留言：“这可是北京呢，都已经这样了，救援人员呢？你能想象其他边远地区受灾的百姓只能自生自灭了？”据《新京报》的报道表示，游客潘女士回忆道：“27号凌晨大约是2点钟，积水骤然上涨至胸部的高度，她与同行的6人被困在一个农家院中。情急之下，他们跳窗逃生，转移至附近地势较高的民宿来避难。最终呢是由铲车成功救出，所幸没有人受伤。事后返回原居住地点时呢，发现屋内已被厚重的淤泥给覆盖了。”北京密云暴雨受灾现场，一位村民从淤泥中挖出最后一袋米，记者安慰他说：“会好的。”他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之后，村民把从淤泥中挖出来的锅和碗拿到旁边的河里去洗。近期，北京市连续遭遇强烈的暴雨侵袭，故宫与天坛再度出现积水现象。有风水师指出，故宫象征着帝王之权，它与天坛遭遇水患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暗示中共政权面临动荡或者是不稳的局势。7月29号，多位网友发布故宫淹水的视频。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尽管地面已经出现积水，但是很多游客身穿雨衣继续在故宫内参观。一些区域因为水势过大，已经设置警戒线，暂时封闭，禁止民众进入。哇，这里涨水哦！哎呦，直接踩水了呀！完了，这回完了，这回完蛋了。另外呢，北京天坛景区地面也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天坛被视为是连接天地的神圣的场所，皇帝被称为叫做天子。每逢冬至之时，皇帝会在天坛举行盛大的祭天典礼，祈求上天赐予丰收。这一仪式也象征着皇权来自上天的理念。故宫与天坛遭遇水患，引发广泛讨论。众多网友纷纷表示，这象征着不祥。故宫曾经号称600多年来从未淹水，近年以来却屡次出现淹水情况。2023年北京发生严重的洪灾时，故宫也是未能幸免。风水师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紫禁城象征着皇权，遭遇水浸乃是大凶之兆，暗示政权动荡与不稳。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告诉海外媒体，紫禁城的设计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进行的，旨在应对各种自然现象，包括大雨、暴雨等。很有可能是中南海的水道出了问题，因为中共在中南海底下挖暗道，从而破坏了原有的水利工程。如果水道不通畅，就会导致内进水桥与外进水桥活水变成死水，在遇到大雨之后无法排水，从而导致紫禁城被淹。他说呢，600年也不是没下过大雨，那么为什么600年都不淹，到现在却淹了呢？这也预示着中共乱改章法，导致自己王权覆灭的一种天象。从7月28号起，密云水库上游爆发特大洪水，据传已有上百人罹难。然而，截止到7月31号，官方公布仅有44人死亡，失踪失联为9人，密云区死亡为37人，其中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死亡31人。该养老中心位于密云水库上游的太师屯镇。当天，养老中心共有77人，其中工作人员有8名，69位是老人中有55位行动不便的老人。28号清晨，洪水冲进街道，整条街被淹没，最深处到达2米。视频中显示，养老中心遭遇洪水围困，水流湍急，水深没过汽车车门，水位十分接近窗户下缘。当时有一位老人受困在养老院内，
无助地趴在窗外呼手求救，看了令人揪心。养老中心的亲属发文说，住在养老中心姨奶奶和她半身不遂的外甥因为密云洪水给淹死了。这名亲属告诉南方日报，他是接到姨奶奶直系亲属的电话，才知道姨奶奶和她外甥已经遇难了。密云区委书记于卫国表示，预案没有将养老中心列入转移范围，这就说明我们的预案是有漏洞的。有网友在海外的 X 平台留言，一个养老院死了31人，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完事儿了。也有网友说呢，管理失位，谁来负责？人祸某于虎。发洪水之前为什么不可以提前泄洪？天气检测到时候为什么不提前疏散人民群众？密云北庄镇的几名居民说，事先没有收到洪水预警，他们28号凌晨4、5时左右醒来时才意识到危险，当时水已经没过了膝盖，一切来得都很突然。密云另外一个地方的余姓居民说，虽然大雨是26号晚上开始下的，但是呢，他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洪水的预警。第二天凌晨时，道路已被淹没，10余辆汽车都被水给冲走了。由于持续性的强降雨，加上27号包括密云水库在内的至少有10座水库同时泄洪，使得灾情进一步恶化。北京周边多个地区爆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小的密云、怀柔、顺义、通州等地瞬间变成一片汪洋。其中呢，冯家峪镇孔门子村灾情尤为严重。27号凌晨大约是5点钟，白河支流的洪水在短时间内冲破了堤岸，仅仅20分钟便淹没了村内的道路。洪水夹杂着树枝与碎石涌入街道，导致部分房屋进水到1层窗台的高度。一位村民曾经回忆道，清晨刚打开家门就被洪水给冲倒了，水位迅速涨至胸口。他紧紧抱住电线杆，坚持了1个多小时，最终才获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央美大街刚于2024年完成了整修，却在一场暴雨过后发生了塌陷，大量泥水顺着漏洞涌入地下，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当地网友留言，靠近北京的河北滦平下面很多村子还没有信息，都不知道情况，如虎石、哈六道河那几个村。北京网友年年卫发文求助说，我的家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杨家台村遭受重大的洪水泥石流灾害，道路断交、断电、断网，人员伤亡，村里人员还未转移，请求支援。求求了，太无助了，有人管吗？和村里的人已经失联1天了，打了无数个电话，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了。刚才村里有人走出来了，回传的最新情况是还有人员在等待救援，转移不出来。所有进村道路已经坍塌，断电、断通讯。29号，萌萌哒小爽子发文表示呢，请关注一下北京旁边的河北省兴隆县，降雨量也达到了特大暴雨的级别。兴隆县下面的乡镇已经全部断电断网，全部失联已经有2天了，已经有几十个人伤亡了，没有救援队，没有人来帮忙。兴隆县离北京这么近，没有人关注，河北真的是太惨了。已经2天没有联系到家人了，整个村子一条信息都没有，车辆也进不去，干着急，暴雨还在持续，没有人来转移我们。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共政府却在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北京市委要求媒体重点报道那些天灾无情、英勇救援的故事，突出基层组织与党员干部在救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在受灾地区深入推动感恩教育，强调要感恩总书记习近平，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共政府的一贯做法，在民主国家有问责制，而在中国每逢灾难发生之时，舆论便转向歌颂政府救灾有力，要不是政府出手，我们可能会死得更多。这场灾难只是天灾，还是掺杂了人为的因素呢？有专家指出，水库6孔闸门全部开启进行泄洪，这才是洪灾的关键因素。泄洪导致下游清水河水位急剧上升，多个村镇几乎被洪水给吞没了。台西屯镇受灾尤为惨重。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告诉法广，密云水库的储水自从修建以来，主要是来自于当地的2条河流，曾经主要为北京与天津提供饮水。
后来由于北京越来越干旱，水库储量减少，因而仅仅保障对北京的供水。但是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结束之后呢，工程每年都向北京提供大约是10亿立方米的水，北京因此将多余的水储藏在密云等水库。尽管中国政府有规定，在汛期各地水库的储水量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蓄水量，但是呢，密云水库却以保障首都的供水为理由而享受特权。这就是为什么暴雨下降时水库的储水太满，因而不得不泄洪。有记者问了，为什么这2年，特别是2023年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这是否是天灾还是管理上的失误？王维乐说呢，这主要同北京在海河流域的防水目标有关。首先就是要保护北京，再就是保护雄安，最后是要保护南水北调工程。2023年涿州水灾就是为了保护南水北调进入北京的入口不至于被洪水淹没，所以管理部门设计了在永定和卢沟桥地区设立了一个分洪机制，使洪水分流到了涿州地区。那么记者又问呢，2023年该地区爆发了重大洪灾以后，中国政府曾经声称投资1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灾后治理和防洪工程，那么这1万亿元是否已经投资了？王维乐回答说呢，这1万亿当年就被计算到了国民经济的总值中去了，推高了2023年的 GDP 数字，钱也确实是投入了。河北拿到最多，北京是第2，天津是第3，大家都分到钱了。但是从今年的洪灾的状况来看呢，首先要问的是这个钱是否确实投入了，投入了之后呢，效果又怎么样？这些都是值得提出的问题。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